上期我们讲解了五胡乱华的起因和历史背景，接下来的几期视频，我们将详细的讲述五胡乱华的过程，以及五胡16国每个政权的建立与覆灭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五胡乱华之成汉政权的建立。自古就有天下未乱，属先乱；天下已治，属未治的说法。五胡乱华的第一个政权，便是由氐族人李特父子在成都建立的成汉政权。李特的祖籍在巴西郡的荡渠，即今天四川省渠县。张鲁在汉中建立政权后，李特的曾祖父便移居至汉中。215年，张鲁投降曹操，李特的祖父李虎也跟着归顺，被曹操封为将军。之后，他率领500多名族人北上，定居在略阳郡的临渭县，即今天的甘肃省乾安县。李特的父亲李牧被封为东羌列将，李特是他的次子。李特年轻时曾在州内任职，因其见解不凡，好打抱不平，而且善于骑马射箭，性情沉稳，吸引了很多志同道合之士。不久，八王之乱爆发，导致天下大乱。氐人齐万年便趁机在关中为乱，使关中和陇西之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再加上连年大荒，略阳和天水等6郡的百姓无法生存，只能被迫南迁寻找粮谷。仅进入汉中周边的流民就多达数万户，其中就包含李特兄弟。迁徙途中，李特兄弟对患病和饥饿的百姓锦囊相助，受到了百姓们的拥戴，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了流民们的首领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风餐露宿，来到了汉中。由于汉中地小，他们便请求朝廷允许他们进入巴蜀之地计时，但朝廷没有同意，并派遣李密、持节前来慰劳流民，同时负责监察他们，不准他们越过间隔关。流民无奈，只能凑钱贿赂李密，最终他们才顺利地通过间隔关，进入了巴蜀之地。然而，此时巴蜀之地正在酝酿着一场叛乱。益州刺史赵鑫是皇后贾南风的姻亲，贾南风被杀后，朝廷便命令赵鑫回京任职。赵鑫当然知道，只要回到洛阳，等待他的必然是报复与迫害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割据自保。于是他开仓放粮，招兵买马，准备与朝廷分庭抗礼。正在这时，李特兄弟率领的流民到达了蜀地，赵鑫便拉拢李特兄弟，加入了自己的队伍。很快，叛军便扩展到了上万人。李特的三弟李祥由于精通兵法，深受赵鑫的器重，拜其为威寇将军，率军驻扎在绵竹的石亭，负责截断晋军的北来之路。李祥招募6郡的勇士，很快便发展到了万余人，而且李祥为人骁勇，善于治军，深受将士们的拥戴。可是有此良将之后，赵鑫不但没有感到欣慰，反而开始记恨李祥了。他认为李祥是氐族人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便想趁机将其除掉。然而李祥并不知情，还跑去劝说赵鑫在蜀地称帝。赵鑫非但不领情，还以大逆不道之罪，将李祥和他的儿子以及侄子10余人全部杀害。李特和李刘此时正在外地领兵，得知李祥被杀后，立即率军前往绵竹，准备为兄弟报仇。赵鑫则派遣李别等人前去迎战，双方在绵竹展开激战，结果李别战败，连夜逃走，李特便率军向成都进发。成都的文武官员们得知后，纷纷出城逃跑，赵鑫无奈，只能带着妻子和儿女，乘坐小船逃离成都。当他们逃到广都，即今天成都市双流区的时候，被自己的随从朱竹给杀害了。李特和李刘便率军进入了成都。接着，李特派人前往洛阳，陈述了赵鑫的罪状，希望朝廷能派人来接管益州。朝廷便派遣凉州刺史罗尚率领7000人进入蜀地，准备接管益州的军政事务。李特派遣自己的弟弟李襄前去迎接罗尚，并献上了众多的珍宝古玩。罗尚到达绵竹后，李特和李刘也前往迎接，并大摆宴席，为罗尚接风洗尘。随后，罗尚便前往成都，掌管益州事务。不久之后，朝廷下发诏命，要求所有流民立即返回自己的故地。可是，这些流民之所以历经千难万险来到蜀地，是因为家乡无法生存。没想到刚有落脚之地，又得返回，非常的悲愤。可是朝廷的诏令又不得不执行。
无奈之下，李特只能贿赂罗尚，请求让他们等到秋天动身。罗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。接着，朝廷鉴于李特和李刘等人打败赵鑫，平息叛乱有功，任命李特为宣威将军，李刘为奋威将军。然而，广汉太守辛冉却想独吞平叛之功，巩固自己在益州的权势，因此他扣留了封赏李特等人的诏书，并与罗尚密谋，准备除掉李特和李刘，趁机抢夺流民的财物。于是，罗尚便要求流民立即开始遣返，同时派人在各个路口设置关卡，搜索流民的财宝。李特等人一再请求说，由于当年的庄稼没有收割，流民缺少路费，而且雨季马上来临，希望等到秋收之后再让他们动身。辛冉听后大怒，立即派人在各大路口张贴悬赏李特兄弟的榜文，并许以重赏。流民们得知后大为惊恐，纷纷归附李特兄弟，不到1个月就有了2万多部众。李特便将大军驻扎在赤足，即今天四川省绵竹县东北。辛冉得知后，秘密派遣3万大军准备偷袭李特，然而李特早有防备，导致偷袭未果。接着，李特率军攻打驻扎在洛城的辛冉，辛冉不敌，只能突围而走。洛城即今天四川省广汉市。接着，李特率领大军向成都挺进，准备去攻打罗尚。到达成都后，李特效仿汉高祖刘邦，与蜀地百姓约法3章，受到了百姓们的热情拥戴。罗尚非常慌张，构筑工事的同时，连忙派人向凉州和南夷请求支援。不多时，牙伯和张征从凉州率军前来，南夷校尉李毅从南中赶来，与罗尚派遣的张圭3路夹击李特。结果牙伯战败后逃走，张征被杀，张圭战败，罗尚万分焦急，继续请求支援。303年正月，荆州刺史宗代率领3万水军赶赴德阳。当时蜀地的百姓非常恐惧，将村庄连接起来建成土堡，向李特请命，李特便派人前去安抚。益州总使任瑞便对罗尚说，李特将兵马分散于各个村寨，这是上天要将他灭亡啊！我们应该与各个土堡秘密联络，内外夹击之下，必能将其击溃。罗尚采纳了任瑞的计谋，让他假装向李特投降，并对李特透露说，成都城里的粮草快要用完了，从而麻痹李特。随后，他请求出营看望自己的家人，结果出营后，他便秘密联络各个土堡，之后返回成都向罗尚汇报。2月，罗尚派兵袭击李特的兵营，各个土堡也应声响应。李特因为兵力分散，无法抵挡，只能率众退往新繁。接着，罗尚派遣主力大军出击，流民大军惨败，李特和哥哥李辅等人被杀。李特的次子李当和3子李雄只能收集残兵，退守赤足。3月，李当在追击敌军时也被斩杀。李特的弟弟李刘深感恐惧，投降了荆州刺史宗代。李特的3子李雄不肯投降，率领部众继续与宗代交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宗代在军营里病逝，荆州兵便退回了荆州。之后，李雄攻占郫城，即今天成都市郫都区，自称大都督，即益州牧。9月，罗尚派兵攻打李雄，结果再次战败。12月，成都城内开始缺粮，罗尚便留下部将罗特固守成都，他自己则趁夜退往江阳郡，即今天四川省泸州市。罗特自知不是李雄的对手，只能开城投降，李雄便率军进入了成都。304年，李雄自称成都王。306年，李雄在成都称帝，国号大成。李雄病逝后，将皇位传给了兄长李当之子李班，从而引起了自己的儿子李七的不满。随后，李七斩杀李班自立。338年，李襄之子李寿斩杀了李七自立，并将国号改为汉。因此，史书将李氏建立的流民割据政权称之为成汉。这便是五胡16国由氐人建立的第一个割据政权。那么，匈奴人刘渊是如何建立政权的？他所建立的政权为何也称之为汉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